听说你堂堂7尺男儿，竟然入赘人家女方，引以为耻，分以为荣是吧？看清楚了，我与苏雪原是有婚约的，我们这叫合法夫妻。开门，我萧宁啊。门真开，真让他进去啊？对啊，还挺恶心。这进去又能怎么样？就是，苏家也没有张灯结彩，连个喜字儿都没有。原来大家在这儿欢迎我呀！请问哪位是我娘子？果然是个上不得台面的败家子儿，就你这穷酸样，还想入赘我苏家？切！今日许你进门，不过是要知会你一声，你与小女雪颜的婚事，那是陈年往事，做不得数。啊，这就不认账了？也行，反正我也不太想进你们苏家当姑爷，那你们就跟我爹解除婚约吧。走了。站住！我苏家堂堂3大皇上之一，这婚约不能由我苏家解除。我要你在全上都人面前承认是你自己配不上我们家雪颜，所以主动求我们苏家解除婚约。当年的婚约可是你们苏家主动求着家父签的，现在后悔了啊？让我来背这个骂名，这就是你们苏家的行事作风吗？好一张伶牙俐齿的嘴啊！这1万两就当是还了你爹当初资助苏家的钱，从此你和雪颜再无瓜葛。你又是哪位啊？这可是户部侍郎家的韦公子，是真正与我家雪颜相配之人。哼！娘，你还不觉得丢人吗？都怪你给我找这么一个粗鄙之人，让我成为整个上都的笑柄。哎，雪颜，哎呀，你看看，还是个势利眼。雪颜之美，岂是你能亵渎的？我看我老婆，轮得到别人说3道4吗？你老婆？韦公子啊，此事啊，交于我。厨房？你这种废物，就只配住伙房。哼！走。宁儿，你爹我没用，只能靠你入赘皇商的身份，才能保证咱们父子俩不被萧家族长赶出萧氏。要不是为了我这老爹，我还能留在苏家受这罪。您再给我500两，3日之后弄茶阁就能正式营业了。老爷，您不能再惯着少爷了，萧家已经被他给败得所剩无几了。是前主败的，又不是我。这个拐杖头是金子做的，拿去。现实中作为孤儿的我，从来没感受过这么温暖的父爱。既然我占了他儿子的身体，以后也绝不能再让他为我操心了。被我败光的萧家，我会亲手重建起来。好，新品研制齐活，明日大卖。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梦茶阁今日推出新品，独家口味，免费试喝，过期不候喽！免费试喝啊？免费的啥？免费的？你这饮品叫什么名字啊？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这个是我自己研发的奶茶，口感柔和，味道丰富，绝对是你没喝过的美味。你是说这些都免费喝？当然了，我说话算话。到了春风的吹拂，我的舌头，我的每一寸皮肤都感受
到了春日的倾心。哎，都别想，今日只是试喝，正式开业之后，人人有饭。楼下是何店铺，为何围了这许多人？回殿下，对面的是笨，改不了口了是吧？是，小姐。哎，大家别忘了，明日弄茶阁正式营业啊！第二杯半价，也就是说，你一次性买2杯的话，第二杯只要50文。今天我就要把4季奶茶别抢，都有。来100份，都别不少啊！都有啊！快给我姑娘们留点。这是何物？竟如此可口。母后，这是民间一处名为弄茶阁的茶社新推出来的4季奶茶，老朕觉得这杯秋日缠绵，母后定会喜爱。这名字虽然怪异，但入口确实香甜。奶香醇厚，甜中带着微苦。这个弄茶阁的东家，倒是一个做生意的人才。这个东家一定会被本殿下降服的。我给你。萧公子，我家小姐有请。你家小姐是哪位啊？公子一见便是，请。萧公子，请坐。你们这御贤楼雅间不随便对外开放吧？我家小姐就是这御贤楼的主人。原来是富婆呀！不知美女叫我过来，所谓何事？听闻这4季奶茶乃是萧公子的手笔。开业第1天就将我御贤楼的客人全都吸引了过去。萧公子手段不错。没想到是嫌我抢生意来找事的。此言差矣，我弄茶阁堂堂正正的做生意，你管天管地，还能管得了大家喝什么吗？你竟然敢这么跟本小姐说话！我知道你们御贤楼家大业大，不过我还有100多种商业手段没用呢，小心我让你随时破产。走了。萧公子误会了，我不是来跟你竞争的，相反，我想买下你的弄茶阁。不卖。现在老爹500两都拿得那么困难，若是有这笔资金周转，弄茶阁可迅速扩张。如此贸然提出买下，确实不妥。若萧公子为难，我还有一策。我出这些钱，可助力弄茶阁日后发展，每年收取70%的利润。萧公子意下如何？此法倒是可行，不过70%太多了，最多30%。萧公子说笑吧，这些钱都够买上10个弄茶阁的了。你说的是现在，1个月之后的弄茶阁价值连城。就70%、30%、 60%、 60%也不好使，30%、60%，这些都是真金白银。我弄茶阁排队，门庭若市也不是假的呀。我御贤楼难道还能欺你不成？果然，殿下一谈起生意就不顾仪态。即便是60%，别扯，30%。最低你怎么知道？30%我就已经没什么利润了。拿水给我，我就不相信我治不了他了，还是。哎呀，这谈生意能浪费什么时间？喝。50%也不好使，30%，咬死不放。我再加一个条件，若是你以后生意遇到什么困难，提我江云的名号，全上都没人敢欺负你。你说，你上面有人？自然。2品以上，我就答应你。保证2品以上。成交。萧公子，你我只是合作伙伴，切莫动手动脚的，小心砍了你的手。哎，这是生意人的礼仪。
公子啊，咱们弄茶阁才开业7天，就赚了5000两银子。您果真是经商天才。这成本呢？公子，您怎么看起来还不太满意呢？招聘的事情进展如何？哦，您说是找伙计的事是吧？最近城里很乱，过段时间我再去问问哈。城里很乱，出什么事儿了？好了，下一个。小心。记好了，去吧。慢点啊。下一位。江云，还以为她是个斤斤计较的生意人，没想到却是个人美心善的姑娘。好了，江掌柜。萧公子。哎呀，谢谢啊。萧公子，这位是户部尚书张大人。户部尚书，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靠山吧？算是吧。硬是。张大人，这位就是我和你提起过的萧宁。原来，萧公子就是声名远播的弄茶阁老板。失敬，失敬。不敢不敢，张大人客气了。可惜今日无法与萧公子畅聊，老朽还得处理安顿灾民之事。我弄茶阁愿意为灾民提供工作，只要张大人以户部的名义替我多多宣传，并且减免我3年赋税，如此，在名和利的双重诱惑下，那些世家必定紧跟而上啊！世家跟上了，那些小商小贩，到时候不就为了减免赋税，也会自然而然的招收灾民吗？感谢萧公子出此妙计，不知萧公子愿意承接多少灾民？那就由弄茶阁接收1半的灾民吧。萧公子，这批灾民可有数千之众，弄茶阁一个店铺，如何能收得下这么多人呢？你们跟我去个地方就知道了。萧公子，你不是说要号召商铺接收灾民吗？这城外光秃秃的，能有什么产业呀？这些山就是我接收灾民的产业啊！啊？你是说你要买下这些山？已经买了。萧公子，弄茶阁才刚刚有起色，连循序渐进，徐徐图之，怎可如此冒进？这光秃秃的山有何用啊？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战略前瞻性。简单来说就是我带领灾民把这些山上全部都种满茶树，到时候就可以搏一搏但这匹摩托了。种茶，此法甚好，不仅能解决灾民的温饱，还能让他们有工可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聪明。如果我能在这些山上全部种满茶树，弄茶阁的成本不仅可以降低70%，而且还有更大的生意可以做。你又有什么新点子啦？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萧公子不仅精通生意之法，又可为国献策，还有高瞻远瞩之长远计划，实在是令老朽佩服啊！张大人过誉了。姐姐才华斐然，此次定然能在出八诗会上一举夺魁。这就是那萧氏赘婿，青天白日游手好闲，果然是个败家子。萧宁，你还不回屋好好读书，考取功名，莫要在外闲逛。男儿有志在四方，欲求亲显须名扬。想要成功，也不止考取功名这一条路，比如开个奶茶店什么的。你休将奶茶才子与你相提并论，若无悠悠情怀，断然做不出此等奶茶。你大色不识一个之人，根本不配饮此奶茶。此处乃是我与密友常聚之地，以后你若是回来，就请从侧门走吧。嘿，我可是正牌姑爷，为什么要走侧门啊？你自觉配得上雪颜这上都第一才女的身份吗？但凡有点自知之明，就该自觉滚出苏府。你怎么知道我不懂吟诗作对？你，那你们且等着。
你，姐姐，你看他。洛阳，不要与他再争论，免得失了文雅之风。今年的诗会正值春闱，士子们齐聚上都，热闹非凡呀！哎，那不是孔家的孔胜公子吗？听说他16岁就中举，果然才貌双全。不仅如此，我瞧着今年也吸引了众多世家的公子小姐前来呢。我还听说丞相府的大公子也会来呢。能跟苏小姐共参诗会，实在是韦某的荣幸。韦公子客气。今日若是能获得公主殿下的墨宝，我韦苏两家也将名扬上都。殿下的墨宝，那韦某必然使出全部手段。不错呀。哟，这不是萧家那个废物吗？没想到你还真敢来呀！哼，怎么了？做个跟屁虫，跟着雪人都跟到这儿来了。我自己参加个诗会，你们哪来那么大意见啊？哎，快看，那是千林先生。千林先生。先生身侧之人，莫不是丞相府的韩公子？那是韩宏之吗？你竟不识？韩公子容貌俊朗，气度不凡，真想与韩公子共赏诗词啊！这两人又是怎么个意思啊？哎，萧宁，这确实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来人，把萧宁给我拖出去，免得这低贱之辈扰乱了诗会。都想让我滚蛋？不好意思啊，今天这诗会没我，还真开不了。哼，此次诗会可是弄茶阁赞助，就凭你，更有千林先生和丞相府韩公子坐镇，你算个什么东西？何人吵闹？诗会乃大雅之堂，吵吵闹闹，成何体统？哎，张大人，都是这个赘婿捣乱，还请大人把他赶出去，好让诗会早些开始。韦贤侄，还请慎言。大人，这是何意啊？萧公子，没想到此次诗会的主评是张大人。江小姐说此次诗会关乎到赈灾大计，特让我来关照一番。难不成此次诗会也跟萧公子有关？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请萧公子与我楼上详谈。走。萧宁怎么跟张大人走了？为何他能认识张大人？实不相瞒，今日过后，弄茶阁的生意再翻10倍。10倍？老朽真的没有想到，诗会竟会影响到店铺的生意，还请萧公子不吝赐教啊！张大人，说出来多没意思啊！一会儿您就见识到了。那老朽定要擦亮眼睛，如果能学到10之1二，老朽也可为我大境的百姓谋福增光啊！啊！那个张大人，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教你。萧公子，但说无妨。那个江云到底是何人？为什么他能跟你一起布施赈灾，还能把您堂堂户部尚书请来当诗会的评审啊？江小姐与老朽有恩。啊，原来是在还人情啊！我还以为他是个什么郡主呢。好茶。前途啊！张大人，张大人，张大人，千林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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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吧。哎，你在干什么？殿下的墨宝之册，岂是你能占的？滚下来！张大人，好像有人不想我开题啊。尔等切勿喧哗，
今天谁要是敢打扰萧公子开题，我拿他试问。萧宁开题？张大人，您是不是弄错了？他只是一个住在伙房的废物赘婿，他能承担得起这么大的事儿吗？此次诗会乃弄茶阁主办，萧公子是主办人员，他当然有资格开题了。主办人员，萧宁跟弄茶阁有什么关系？哎，话不多说，今日恰逢开春，又是弄茶阁推出新品之日，不如就以春为题。诸位可以开始了啊！绿叶婆娑随风动，处处花开姿色浓。真想偷偷摘一朵，插在你的左耳朵。此时谦虚。什么玩意儿？后面2句最多只有小学3年级的水平。绿云袅袅起翩舞，梦里清香韵万千。夜半春雷轰隆隆，吓得我往被里冲。没关系，白姑娘，这些是我对你的心意。既然至今未出甲等，那就由我和苏姑娘为大家献诗一首。苏小姐，请。玩的还挺花呀。东风迎壁入九州，万物复苏展新颜。不错。仙随燕语翩风舞，春意一片意盎然。好啊！好诗啊！好诗！好诗！好事！没想到韦公子竟有如此文采。兄台过奖了，那是苏小姐接的好。此诗对仗工整，意境通达，好诗。还有人要上去吗？恭喜2位获得公主的墨宝。谢大人，谢大人。上都诗会不过尔尔。这是谁呀？这是谁？竟如此猖狂！这谁呀？未曾见过。萧公子，此言何意呀？说大话。此等辞藻，意气庸凡，实在是无半分美妙可言，配不上弄茶阁这茶呀。萧宁，你又要干什么？没什么，我就是觉得各位所作之诗太过平庸。若是殿下这墨宝真到了韦一豪手里，不就糟蹋了？你，哼！连张大人、千灵先生，还有韩公子，都给出了甲等之评。这殿下的墨宝不给我，还能给谁呀？我呀，我还没做诗呢。你开什么玩笑？萧宁，你莫要再胡言乱语，丢了我们苏家颜面。作诗而已，不是张口就来。张口就来，张口这他不就是个赘婿吗？他会做诗吗？就是还张口就来，有什么了不起？我请在场的各位给我出题，10步之内成诗，如何？10步成诗，10步成诗。小姨娘，今日诗会您看得可尽兴？
诗词之道并非我所擅长。我本以为这弄茶阁赞助诗会是有了新的生意之法，由此看来，不过也只是附庸风雅罢了。这大靖的生意之法，您敢说第二，怕是无人敢称第一。此等小道，不看也罢。唉，无趣。走吧。想必各位都已经喝过弄茶阁的四季春茶了，不知其中的茶味可与大家平日所喝的岩茶一样？那是不一样。是啊，茶阁的茶。哎呀！园篱绿，五色美人，落秋闲，红尘梦销魂香轻如徐。这便是调制四季奶茶的基茶，也是弄茶阁即将推出的数种泡茶。此等茶直接用开水冲泡，便可尝到你们从未品过的茶香。你们各自品一种，将品尝的感受告诉我，我便可以通过你们的描述，十步成诗。不仅要体会意念之感，还要十步成诗，这可比刚才的命题之作难多了呀！竟是四季奶茶的基茶，先尝尝再说。哎，对，快尝，我也尝尝。好香的茶呀！我这广告打的也太成功了吧！我真是个天才。从未好奇新皮呀。好茶呀！来，诸位，感觉味道如何？好喝呀！我喝奶茶就是留恋于此股茶香。好茶呀！这茶虽味苦，但却不似岩茶那般咸涩，犹如流淌不停的溪水，起伏跌宕，口齿之间竟有一种难得的清爽。好茶呀！行家呀！此茶口感绵长，回味悠悠，宛如长虹凌空，延绵不绝，真乃上品。哎，多喝，多喝。既然萧兄如此有把握，那这第一杯就由我先来。这杯销魂香，让我回想起这些年在外漂泊的辛酸。萧兄就以此感作诗，可否？自然可以。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好诗。你什么你？你相公我这唐诗宋词600首可不是白背的。我看这孔圣就是想家了，那就送你这首刘长卿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还不把你感动到躲被窝里哭？这妙，绝妙！这首诗词质朴，意悠长，尤其是这句“柴门闻犬吠，风雪
夜归人，真是道出了我对世间温情的向往。那是，萧兄，孔某实在是佩服，自叹不如。哎，孔先生过谦了。韦好，你可有不服？你个废物赘婿，怎会有如此的文采？你一定是偷看了雪岩的诗，此诗一定是雪岩所作。韦公子言之有理，姐姐是上都第一才女，这个萧宁一定是偷偷背了姐姐的一首诗来应付的。听说苏家赘婿确实是个文豪，大字不识。萧宁，这杯红尘梦回味悠长，又有苦涩之感回旋在心头。我看你能说出什么来。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好诗啊！引人入胜，情意绵绵，相思悠悠，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什么回味，什么苦涩？我看你是寒春。既然这样，倒不如让真正的千古第一女词人李清照女士教教你什么是细腻的情感，婉约的表达。这杯清如许，清冽如水，让人心中平静，提不起任何波澜，正如我对你的感觉一般。请萧公子以此感觉作诗吧。清冽如水，雪岩这是在告诉世人，你萧宁根本就配不上他。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啊，杜甫的《望月》来了，听听，多么浑厚开阔、简洁深刻呀！妙。甚妙！寥寥20字，尽显天地之宽阔，有取这登高望远之意，更是意味深长。此乃神作呀！虽臭名远播，却有凌天之志。这萧宁有点意思啊。此诗虽好，但并不是我心中所感。此诗并非为了迎合你而作，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为了摒弃大家对我败家的印象，看淡这赘婿之身份，更是我要直冲云霄的气度。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难道萧宁竟有如此鸿鹄之志？好诗，是好诗萧公子真乃大才也。可惜啊。
可惜。韩公子这是何意呀？你对萧公子的诗词是否另有他解？并非是对萧公子的诗有疑问，而是对他这人。听了萧公子的诗，想必诸位都已认定他是极雅之人。只是可惜啊，众人皆知这茶需要浸泡沸煮，在茶与盐的比例上亦有严格之要求，而煮茶之所恶，又是我等文人墨客修身养性之事。如萧公子方才所言，直接拿杯即泡，实在是有失文雅。也不无道理啊。韩公子说的对啊，我看这萧宁就是在假装风雅，其实就是一个不入流的货色。韩公子刚才所言片面，泡茶只是为大家提供方便而已。你怎么知道我弄茶阁推崇的不是茶道呢？他又要做什么？茶道之本，并非在于有多么复杂的流程，而是在品茶的过程中，享受静心养怡。通过或香甜，或甘苦的味道，品尝百味人生。无论是思乡，或是思人，皆可。且将心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我之前怎么没听说萧家公子如此帅气优雅？举止有动，还心怀壮志，令人心向往之。真是完美公子啊！如此品来，茶香更为浓郁，回甘更是妙不可言。萧公子，老朽今日真是大开眼界。萧公子不仅精通诗文，参悟茶道也是如此通透。好一个且将心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老朽真是受益匪浅。前辈谬赞了。实不相瞒，因为我之前的工作经历，让我对茶道有一些了解。所谓茶道，无非就是廉俭律德，美贞康乐，合诚处世，敬爱为人矣。敬爱为人。晚辈私以为，泡茶是一种诗意的修行。这才是对茶道的真知灼见啊！看来萧公子比韩公子更懂茶道。是啊，是啊。萧公子之茶道深得我心。这销魂香和青芦徐，
各给我来10斤。哎，我也要美健康乐，我每种泡茶要20斤。我也要，别急，大家都别急，本日弄茶阁必然会为诸位准备妥当，别急，大家。今日之后，弄茶阁必定火遍大庆。诗会结束，我们去会会这弄茶阁的老板。小姨娘，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茶叶生意，何须劳烦您亲自出马？一个小小的弄茶阁就能弄出如此大的动静，这弄茶阁的东家一定不是一般人。你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是。一些哗众取宠的小手段，勉强算是能入我丞相府的眼。本公子可以给你个机会，如果你能将弄茶阁的制茶之法赠予，没兴趣。萧宁，你需要对韩公子如此无礼？你别盗我主意，没得谈。你，张大人，陈先生，我们一至雅间继续交流。好，请张大人请。抱歉，韩公子，他无妨，你我之间何须说这些？与这种人共处，着实委屈你了。好啊，好一个19趁年华！这个萧宁不仅满腹才华，小年纪就得茶道如此通透，实属难得呀。陛下还有所不知，办此诗会的目的，本就是萧公子为推出这款新茶。现在大晋各地是边吟诗词边品茶道，弄茶阁的茶，就算是再有钱，也很难买到。萧公子的手段真是让人惊叹呢。这个萧宁还颇通散播之道啊。此前有各大世家和商铺与户部通力合作救助灾民之法，那也是出自于他。萧公子还主动收留灾民，然后广而告之，逼得各大世家出手赈灾，这才使我们户部相比以往赈灾省了近70%啊！以身入局，此子果然有些智慧。陛下，臣斗胆求一个恩赐。爱卿这是做什么？但说无妨。萧宁萧公子乃是行商的天才，老臣自愧不如啊，所以斗胆求陛下能将萧公子调入户部。以白身入仕，这在本朝尚无先例呀。陛下，知人善用，乃是长治久安之本啊。朕并非迂腐之君，你让他来进监，若有才华，朕必定重用。陛下英明，老臣这就去请萧公子过来。儿臣以为张大人的提议不妥，给父皇请安。云儿何意啊？萧宁为人洒脱，行事不按常理，儿臣认为户部过于墨守成规，不适合萧公子大展拳脚。如萧公子为户部所用，每年仅可增加寥寥税收。可父皇，儿臣占萧宁生意的50%，收入皆为内库所用。若我们扶持萧宁壮大，那皇室内库在1年之内必定丰盈，届时再反哺国库，岂不更快？所以当务之急是让父皇同意，能将皇室旗下所有店铺助力于萧宁，让弄茶阁开遍全大晋。这弄茶阁推出了泡茶之法，又得了殿下墨宝，已经是天下才子的敬仰之地了。
小姨娘，弄茶阁再怎么有名气，也只是间茶水铺子。只要你一出手，它马上就会是咱们韩家的产业了。希望如此吧。别急，5斤五色美人和10斤若秋弦。我进来的，我要15斤红尘梦和铁如雪。各位，今日茶叶数量有限，只有10斤，大家慢慢来啊，慢慢来啊，慢慢来，别急。这么多人怎么分啊？生意。我皇商林氏有一笔超过2000两的生意要跟你们东家谈。我韩家愿出2000两白银，只为与弄茶阁东家见上一面。2000两只为见一面，韩家不愧是大庆第一世家，居然连韩家都出手了，看来我等再无机会了。此事小的做不了主，小的先去请示一下。抱歉啊，各位，稍等。公子，外面果然来了很多客人，我按您的吩咐都说了，但是有些不仅要买茶，还要跟你谈生意。意料之中，大白，你只管卖茶，别的跟我没关系啊。可是韩家也来人了，还要拿2000两银子跟您见一面呢。韩家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想把我弄茶阁占为己有，跟别的商人没区别。果然有大志向，竟然连韩家的招募都不放在眼里。江云，搞定了。可是不信我？那哪能啊！你跟外边那些想捡现成的可不一样。多少？全大境数百余皇室商铺。你可知我韩家是何身份？岂是你一个小小的弄茶阁能懈怠的？实在不好意思，我家公子的确有要事，抱歉。哼，哎，霸总了我要！别急，数百余皇室商铺，你怎么做到的？我父亲帮我办的。你父亲是谁啊？秘密。哦，就是跟大境安全方面相关的保密人员。我有一事不解。弄茶阁之泡茶已通过出八师会传遍全大境，喝泡茶饮好诗之意已深入人心，致使全大境的士农工商纷纷求购。可你为何每日仅对外出售10节？那岂不是白白浪费了到手的利润吗？不懂了吧？别的茶铺每每打出名声之后，都希望快速卖出个好价钱，这弄茶阁居然能抵得住如此诱惑，看来所图甚大呀。这叫饥饿营销。饥饿营销？你看那么多人想买却买不到，那么想喝的人会以何种方式购入呢？自然会加价换购。你是说等憋到我们的分店开业，弄茶阁开遍全大境之后，到时候就是暴利了？到时我们只需略加2成即可，总不能让老百姓喝不起茶吗？然后我们就把茶分为高中低3档，如均沾。萧公子大善。公子，我对他真是越来越有兴趣了。那我们接下来，既然不见，那我们就换个请法。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倒是你，替我解决了渠道问题，才让我们一夜暴富。君不负我，我亦不负君。好，江小姐，你真是我的福将啊！萧公子，你放手！
还来，不打狠一点，你都不知道长记性啊！太激动了，太激动了，不好意思啊。你就是我的金牌合伙人呐。萧公子为大晋解决百姓之苦，我作为弄茶阁的东家之一，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是应该的。我还有事，我先走了。这就走啊？我话还没说完呢。哎，我给你们3年时间，苏家的盐茶生意就让你们弄成这样，7天才卖出10斤。族长，这主要是因为弄茶阁的奶茶，咱们盐茶的生意确实受了一些影响。说的轻松，是一些影响吗？是关系到苏家明年还能不能位列3大皇商之列。族长，我会去求韦公子。他父亲是户部侍郎，我愿意带重礼求见，请他把苏南3郡的盐茶经商权都批予苏家。说好的申时相见，为何无故拖延？让我喝口水再说。啊！你之前要的茶几呢，已经全部招聘完毕了。这么多店铺，又怎么才能运转起来啊？小公子，你是不是都已经想好对策了？当然了。好啊，靠谱。哎，不如我们做个约定吧。什么约定啊？我们一口一个萧公子、江小姐，那听起来又生疏又麻烦，不如我们直呼其名吧。萧宁，江云。嘿，萧宁，我有一事不解。听闻你已娶妻，为何从未听你提起萧夫人？江云不必给我面子，我是赘婿。入赘也可以夫妻和睦啊。人家苏家根本就看不上我这个破了产的萧家赘婿，要不是怕我爹为难，我早就搬离苏家了。当朝状元即兴作诗，所有高官权贵都在拍手称赞，唯独负责端茶倒水的小伙却暴毙不动。状元没忍住问他缘由，上都诗会不过尔尔。这有啥呀？竟如此猖狂！这番惊世骇俗之语，震得满堂一片哗然。一向瞧不起大佬的未婚妻，更是脸色难看的警告他：你莫要再胡言乱语，丢了我们苏家颜面。未婚妻料定家道中落的小伙是因为嫉妒状元的文采而故意捣乱，不料小伙居然嚣张地表示自己随口做一句诗都比状元要好100倍，所有人都等着看小伙笑话。殊不知此刻小伙体内住着的正是来自21世纪有着博士生文凭的黑帮大佬，但大佬并未着急作诗，而是将自己新研制的珍珠奶茶端了上来。你们各自品一种，将品尝的感受告诉我，我便可以通过你们的描述实不成诗。这就是大佬鬼才的营销方式，将诗和茶联系在一起。众人品尝过后纷纷赞不绝口，而大佬也通过他们对茶的感受做出了第一首诗：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此事果然惊为天人，让在座的各位纷纷目瞪口呆，户部尚书更是刮目相看。好事！萧宁，你……随后大佬又一口气背了唐诗300首，众人都折服于他的才华，奶茶的名声也瞬间被打响。一时间，大佬的弄茶阁成了全城最炙手可热的店，无数人争先恐后来买奶茶。
其中也不乏一些商家想要收购弄茶阁，就比如权势滔天的丞相家，不料大佬却无情拒绝。众人惊讶于他的胆量，居然连丞相都敢得罪。只有身为股东的公主十分欣赏他这一点。其实皇上对丞相家的势力忌惮已久，正想找个机会扳倒丞相，大佬成了他的突破口。于是在公主的请求下，皇上把数百家皇家商铺都交给两人打理。数百余皇室商铺，你怎么做到的？我父亲帮我办的。你父亲是谁啊？秘密。由于大佬一直不同意丞相的收购，丞相的小姨娘只好让人将他给绑来，再次谈起收购之事。见大佬冥顽不化，小姨娘只好用美人计。公子你就是我的新生意。结果大佬仍旧不识好歹的拒绝，小姨娘气得肺都要炸了，却只能保持微笑，将他带到丞相面前，试图给他施压。弄茶阁，你卖还是不卖？即使面对丞相的威压，大佬也绝不服软。官二代便叫来一众侍卫，做事就要拿下大佬。为了保住小命，大佬只好假意答应。官二代这才让他离开。一回到家，大佬就让老爹赶快收拾东西跑路。赶紧走，赶紧走！没想到公主得知此事后，只告诉大佬无需担心，他一定会想办法罩着大佬。大佬总觉得他背后一定有更强大的势力，于是就放下心来。随后，公主将小姨娘叫到宫中，并告诉他弄茶阁有自己的一半股份，让他最好不要觊觎弄茶阁。丞相只能放弃强取豪夺。不过他却不甘心放弃，因为一旦皇帝将弄茶阁作为突破口，撬动了世家的利益，那么不久后就会有千千万万个弄茶阁出现。到时候我等世家的地位怕是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丞相只能在暗地里继续夺取弄茶阁。弄茶阁的生意太好，已经影响到各大茶商的生意，尤其是以岩茶为生的未婚妻家。为了扳倒大佬，丈母娘想到一个计策，她把身为户部侍郎儿子的状元请过来，举报弄茶阁售卖劣质产品。一行人风风火火地冲进弄茶阁。弄茶阁给户部的茶叶掺假，这是查抽令。大佬觉得他这个理由太假了，要求查看搜查令，谁知上面竟有户部侍郎印。大佬算是看出来了，状元就是个坑爹的蠢货。而大佬还没有被带出门，户部尚书就走了进来，状元立马就怂了。猪队友丈母娘嘚瑟的表示，他们有户部的搜查令，说着还把搜查令从状元手里抽出来，递给户部尚书。大胆！你非户部任职官员，怎会有此公文？啊，是家父所批。户部尚书也是头一次见到如此坑爹的，以公谋私乃是大罪。这下不仅状元要去大狱里走一趟，就连他爹户部侍郎也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丈母娘赶紧跪地求饶，并和状元撇清关系，求大人恕罪。可经此一事，丈母娘还是没有打消害大佬的心思。就在这时，官二代突然前来拜访，他知道大佬未婚妻倾心于自己，就想利用其来打压大佬。紧接着，丈母娘告诉官二代，大佬刚来他们家时身无分文，现在却突然开了个弄茶阁，想来一定盗取了他们的钱财。官二代听罢，立马带着官兵闯入弄茶阁，以盗取钱财的名义将其给封了。弄死你，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大佬再有经商头脑，也不过是个平民百姓，无法与位高权重的官二代斗。偏偏他刚回到苏府，又看到未婚妻和官二代在一起。黑帮大佬穿越到古代，竟当街卖起了现代最火爆的珍珠奶茶。这个是我自己研发的奶茶，口感柔和，味道丰富。保守的古代人一听，顿时面露惊恐，还以为大佬卖的是黑暗料理。大佬却不慌不忙让大家免费试喝，结果下一秒他们便真香了。我感受到了春风的吹拂，我的舌头，我的每一寸皮肤都感受到了春日的清新。围观群众一听，纷纷上前抢购。都别抢，都别抢！大佬的奶茶店一夜之间火遍全城。可大佬却并不满足于此，只因就在几天前，他还是人人喊打的纨绔子弟。因为原主败光了家产，他不得不入赘豪门。结果刚进门就遭到丈母娘的嫌弃。就你这穷酸样，还想入赘我苏家？你与小女雪颜的婚事，那是陈年往事。见丈母娘如此瞧不起自己，大佬也不惯着，当场宣布解除婚约。谁知好面子的苏老爷却拦住他：我苏家堂堂3大皇上之一，这婚约不能由我苏家解除。苏老爷要让大佬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是他自己配不上未婚妻，甘愿与苏家解除婚约。大佬还没见过如此不要脸的，于是干脆赖在苏家不走了。不料丈母娘竟让他住进柴房，企图让他知难而退。大佬可不会轻易被打倒，他决定在古代搞出一番惊天事业，那就是开一家名为弄茶阁的奶茶店。拥有博士学位的他，轻而易举就复刻了21世纪的奶茶，赢得了百姓们的一众好评。就连路过的
的公主也买了杯奶茶带回去给皇后尝尝鲜，竟如此可口。公主看中了奶茶的商业价值，拿出1箱的钱想要收购，谁知大佬当场就拒绝了。他这弄茶阁潜力无限，岂能说卖就卖？公主听罢只好退了一步，她出钱投资大佬开店，不过得拿50%利润。成交。就这样，公主成了弄茶阁的股东。为了给自己的奶茶营销造势，大佬决定开一个诗词鉴赏大会，公主便请来户部尚书帮她主持大局。当天来了许多才子佳人，巧合的是，大佬的未婚妻和他的追求者当朝状元也闻讯赶来凑热闹。看到大佬出现在大会现场，他们当即阴阳怪气起来。这不是潇潇那个废物吗？大佬刚想为自己辩驳，却被未婚妻拦住。他说这不是大佬该来的地方，要是出了什么洋相，丢的是苏家的脸。来人，把萧宁给我拖出去。今天这诗会没我，还真开不了。状元正想斥责大佬脸皮厚，此时户部尚书走了进来，不仅对大佬态度恭敬，还亲自将他邀请到阁楼上，这不禁让众人都看傻了眼。见诗会开始前，大佬站在阁楼上开题，谁知状元却在下面骂道：你在干什么？殿下的墨宝之册岂是你能占的？滚下来！户部尚书警告状元最好现在就闭嘴，表示大佬可是主办人员之一，他来开题再合适不过。未婚妻这才知道大佬竟和弄茶阁有关联，可惜佳人才子的文化水平都不怎么高。夜半春雷轰隆隆，吓得我往背里冲。见至今未有一首诗被评为甲等，状元便站起身来了一首诗。赘婿只是提前5分钟回家，谁知却发现未婚妻竟在和官二代私会。苏雪岩，可未婚妻不仅没有丝毫愧疚之意，竟还倒反天罡，指责起赘婿太穷酸，说你能像弘之这般翩翩君子，我又何须与你走到这步田地？未婚妻料定一向窝囊的赘婿会默默接受自己给的绿帽子，殊不知赘婿体内住着的是21世纪有着博士文凭的黑帮大佬。暴脾气的大佬见未婚妻将话说的这么难听，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和离。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撕碎了婚约，然后潇洒转身离去。丈母娘气得直接开骂：你再也别想进我苏府大门！大佬发誓一定要给官二代和苏家一点颜色看看。很快他就想到一个办法，全城所有的酒都被官二代的丞相父亲垄断。因为目前这个朝代还没有蒸馏技术，所以酒的味道又苦又涩，大佬尝了一口就全部吐了出来。如果他能用蒸馏技术造出甘醇又清甜的二锅头，一定能打丞相家一个猝不及防。没多久，大佬就用现代技术做出了二锅头，就连老爹品尝过后也赞不绝口。好酒。于是大佬找到丞相家的小姨娘，并与她谈了一笔生意。大佬想用丞相家的销售渠道卖自己的酒。小姨娘开始还有些不信，他能酿出什么好酒？直到大佬打开手里的那瓶二锅头，小姨娘品尝过后，顿时震惊不已。我执掌韩家酒楼数余年，竟没有喝过如此醇香之酒。小姨娘觉得这款酒一定会火遍全城，当场就同意了与大佬合作，还答应解封大佬的弄茶阁。不过有一个前提条件，弄茶阁的股份必须全归丞相家所有。为了做成这笔生意，大佬只好同意。隔天，弄茶阁终于被解封，全城百姓总算能喝上心心念念的奶茶了。然而大佬却把打理弄茶阁的事儿交给一直跟着自己的伙计，因为他现在还有更加重要的事要做。为了迎娶未婚妻，官二代拿出自家望江楼的3层利润分给苏家，这让丈母娘高兴不已，因为望江楼可是全城最大的酒楼。此时大佬却在望江楼里售卖自己新酿的酒，酒鬼们品尝过后再次被惊艳到，